1200万现金存入银行，却打了水漂。不仅如此，存款人还要承担80%的责任。这种奇葩事情发生在山西丁女士身上，她没想到辛苦一辈子赚来的钱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丁女士和丈夫结婚多年，一直在山西清徐县做生意，经历过太多波折，好不容易积攒下了一笔养老金。为了方便存取款，丁女士选择了县城里较大的一家银行——清徐农商行。一是名气大，二是里有一远房亲戚王某在银行当经理。虽然与王某平时往来不多，但丁女士对王某的印象还不错，也因此丁女士愿意配合王某完成银行的一些存取款考核任务。2017年初，王某再次希望丁女士帮忙完成理财考核任务，但这次不能以丁女士名义购买，只能以王某名义购买。基于之前合作顺利，丁女士答应了王某，并先后2次转了500万给王某。付款后，丁女士丈夫向王某索要凭证，但都被王某找借口不提供。1年到期后，丁女士再次询问理财情况时，王某又以银行内部员工的理财需要领导批准才能办理为由推脱。直到2019年3月，王某才回复说连本带利543万已取出来。丁女士本以为543万已放心落袋，却未料王某又以晋升行长，需要完成2000万元的存款任务为由，希望帮忙。对于王某晋升行长之事，丁女士丈夫认为也许对自己做生意有利，便同意将543万转存为定期，同时还将200万活期转存为定期，并让丁女士与王某去银行办理，取回存款收据。没过多久，丁女士又到银行将2笔到期存款约500万转为定期。至此，丁女士存入银行1200万元。业务办妥后，王某称因存款金额较大，符合银行赠送礼品，他可以帮忙办理领取。在丁女士毫无防备下，拿走了她的身份证和2张存单。由于王某长时间未归还身份证和存单，在丁女士夫妻多次索要无果后，夫妻俩起了疑心，直接堵到王某才拿回了身份证，但存单依旧没给。之后，丁女士带着身份证到银行查询，才发现1200万元早已被王某转走。情急之下，丁女士一家选择报警处理。王某被抓后，在警察的审问下，才将事件交代清楚。原来王某因为倒贷欠下巨额债务，便想到利用丁女士转来的钱还债。那么王某是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丁女士的钱转走的呢？第一次转存543万和200万时，王某提前到单位，利用职务之便打印了2张银行的假回单，交由丁女士保存。其实他已将2笔存款转存自己账户。而第2次，虽然丁女士办理了定期存款业务，但王某却利用她的信任，拿着存单和身份证，以代理人的身份将钱全部转到自己父亲的账户中，再分转给其他债主。就这样，王某在外人毫无察觉之下，转走了丁女士的1200万。最终，王某因涉嫌诈骗被判无期。短短半年时间，丁女士辛苦一辈子，赚来1200万元，就被王某挥霍一空，这叫丁女士欲哭无泪。在向律师咨询后，丁女士认为最后2笔500万是通过正常手续办理存入银行的，是银行职员操作不当，才让王某转走巨款，因此将银行告上法庭，请求支付本金和利息。2020年9月，当地法院一审认定，由于丁女士对资金及证件疏忽管理，故需要承担80%的责任，而银行只承担20%的责任。对于此判决，丁女士一家完全不能接受。丁女士儿子王先生决定提出上诉。在经过1年多的调查取证后，2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。这一结果无疑令丁女士一家不满，他们表示继续申诉。丁女士一辈子做生意都没被骗过，却未料轻信他人，钱存银行里竟然被骗走，这无疑对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除此之外，此次案件也是对银行内部管理一次警醒。对于大额资金存取业务，尤其在非储户本人办理情况下，更需要严苛审查。